就在昨天，一個平常的星期四的深夜，遊戲界的救星、大名鼎鼎的 G-Pong Gabe Newell 丟下了一顆重磅炸彈，也就是全新的 Steam 手柄 Steam VR 以及最舉世瞩目的新版 Steam Machine。我剛看到新聞的時候，心裡面就在想啊，这不是微軟下個世代要做的事情嗎？怎麼讓 Valve 給提前端了上來呢？其實在今年7月底的時候， Gabe 就在接受的採訪中透露，他當年在微軟工作13年後決定辭職創建 Valve 的原因，有一部分就是因為他想證明微軟根本不懂 PC，而 Steam Machine 則有可能變成遊戲史上最完美、最徹底的復仇。不僅微軟啊，索尼這邊估計也是一個踉蹌，這一下子就讓剛剛失去競爭對手的 PlayStation 多了一個強而有力的威胁。2014年的 Steam 平台的活躍用戶大概只有700萬左右，短短10多年，你猜猜看它翻了多少倍？整整5倍還多，接近6倍。達到了恐怖的4100多萬，並且這個數字根本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因為這個4100萬的數據是上個月剛剛創下的。當別的平台各種瞎折騰， Steam 卻看似什麼都沒做，卻反而贏了。可是事實真的如此嗎？ Steam 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切，靠的不是別的，而是那種在其他平台上難以找到的斷檔式的優質服務。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簡單聊聊這3款硬件的規格，同時說一說為什麼我很看好 Steam Machine， 以及它在將來將給整個遊戲產業帶來怎樣的影響。大家好，歡迎來到隊友頻道，我是老九。先說說這次 Steam 放出的3個硬件的硬件本身啊。首先是手柄，看上去就是 Steam Deck 手柄的設計語言。值得一提的是，手柄的搖桿是磁軸的，能有效防止搖桿漂移和延長搖桿的使用壽命。你說是吧，任天堂？这個磁吸的充電接口看上去也挺方便的。再看這個叫做 Steam Frame 的 VR 頭顯它可以代替你的顯示器，或者單獨運行 Steam OS 來玩遊戲。電池在頭戴的後部，感覺前後重量上會比較平衡，戴久了可能不會像其他 VR 設備那樣累。值得注意的是，它的眼球追蹤技術會讓設備着重渲染你眼睛聚焦的地方，你的餘光部分則採用較低的分辨率，這將大大的降低系統的負載，把性能都花在刀刃上。最後重點來了，全新的 Steam Machine AKA Steam 主機，這款產品乍一看給我的感覺就是什麼？就是 Xbox Series X 一下子被切成了2半，但是其實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台高度定制化的迷你 PC。看到機器的外殼被打開之後，給我的感覺就更像是一台迷你 PC 了，有一種 ITX 主板上插了一個巨大的塔式散熱器的感覺。Steam Machine 分成 512G 和 2TB 的2個版本。不過其實沒所謂，因為 SSD 是可以自己更換的，已經確認可以插下2280全尺寸的 NVMe 固態硬盤。它使用的是 AMD 定制的 CPU 和 GPU， 這個 GPU 的性能差不多可以對標桌面級的4060顯卡。官方的說法則是相當於6台 Steam Deck 的性能，通過 FSR 可以達到 4K 60帧的畫面輸出。這裡的這個8G 顯存其實我非常的擔心會不會不夠用，我感覺上到12G 應該要更好一點。Valve 給出的理由是，他們測試的時候發現 8G 的顯存已經夠用了，並且他們希望廣大玩家能夠用更少的錢入手這台機器，所以綜上所述，最終還是選擇了 8GB 的顯存。到底行不行？結論可能就要等正式發售之後才能揭曉了。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台機器幾乎配置了所有 PC 的標準接口，包括一個 DP 接口，一個 HDMI 接口，前後總共2個 USB-C 和4個 USB-A， 一個網線接口，以及一個可以用來擴容的 microSD 卡槽。這個 SD 卡槽上的遊戲可以直接拔下來，在 Steam Deck 和 Steam Machine 之間無縫切換。雖然我個人如果買的話，肯定是給他選擇加裝2280的 NVMe SSD 硬盤，但是這也算是一個比較方便的點了吧。另外，前置的 LED 燈可以實現各種自定義功能，比如說告訴你下載進度等等。前置的擋板也是可以拆下来替換的，給這個機器增加了一些 DIY 的元素，或者你也可以選擇乾脆不裝，看起來好像是可以改善機器的风道，增強散熱。另外 Steam 還宣稱，這台 PC 主機如果你想，也可以搭載 Windows 的系統，他們致力於打造出一個開源開放的系統生態。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其實 Steam 早在11年前就出過一款 Steam 主機了，名字也叫 Steam Machine。不過由於當時的硬件不是 Valve 自己做的，而是和比如像外星人這樣的廠商合作的，且那個時候的 Steam OS 還十分的難用，完全比不過 Windows， 也沒有出現 Proton 為 Linux 系統直接轉移 Windows 上運行的遊戲，所以沒有遊戲廠商願意為了一個既沒有裝機量也沒有好用操作系統的機器去專門做一個遊戲的版本。但是這次新 Steam Machine 的情況已經和當年不可同日而語了。我個人認為它有極大的概率將會成功。首先 Steam Deck 已經為 Valve 打下了堅實的基礎。Steam Deck 不僅證明了玩家完全可以接受一台以 Linux 為內核操作系統的遊戲設備，更重要的是，它讓 Valve 積累了大量關於硬件設計、系統優化、遊戲兼容性的經驗。如今 Steam 的平台上，幾乎所有主流 3A 遊戲都能在 Steam Deck 上直接運行。其次 Steam OS 已經成熟太多了，當年的 Steam OS 幾乎就是一個半成品，不僅驅動混亂，而且性能調教的極其糟糕，連基本的用戶體驗都是非常差的。但是如今的 Steam OS 不僅在 UI 和操作邏輯上接近主機级的體驗，更是在兼容性和穩定性上做到了驚人的提升。其實我挺驚訝，為什麼 Valve 到現在還不正式開放 Steam OS 的系統給所有 PC 用戶安裝的？可能 Valve 想要把自家的通用系統打造得更加完美吧。畢竟這可是一件大事，做成了，可是真的會影響 Windows 在 PC 遊戲領域的統治地位的。相當一部分的遊戲玩家的電腦只是用來打遊戲的，卻被臃腫的 Windows 11嚴重的拖了後腿。Windows 11作為一個面向各類設備的通用操作系統，它必須兼顧辦公、教育、觸控操作、企業管理，甚至 AI 助手等多種功能。結果就是系統被層層疊加的服務和後台的進程拖得越來越重，佔用了大量的系統資源。現在 SteamOS 可就不一樣了，就像我之前關於 Windows 要出 PC 主機的視頻裡說的那樣，像 Legion Go 這樣的掌機已經推出了分別搭載 SteamOS 和 Windows 11的2種版本，這也讓我們終於能在完全相同的硬件條件下進行真正公平的對比，而結果相當的出乎意料。儘管許多遊戲在 Steam 系統上是通過轉譯方式運行的，按理說性能應該會有所下降，但實際體驗中 SteamOS 的流暢度往往反而超過了 Windows 11。這要是放在10年前啊，幾乎就是天方夜譚。之前我還說微軟並不甘心坐視 SteamOS 在客廳娛樂的這個戰略高地上日漸崛起，想要借助下一代 Xbox 的硬件平台提前卡位，把這個市場徹底收入囊中，在 Steam 完成全面普及之前，搶先把客廳遊戲 PC 的這個概念牢牢地綁定到 Xbox 的身上。沒想到反而是 Steam先推出了自己的 PC 主機，而且很有可能先微軟一步推出可以讓所有 PC 硬件安裝的通用 SteamOS 操作系統。不过喜歡玩 PVP 遊戲的小夥伴，我要給你們提個醒啊，那就是很多 PVP 遊戲的反作弊系統都只能在 Windows 上運行，所以 Steam Machine 在一段時間內應該還是無法玩這些 PVP 遊戲的。就比如說前段時間爆火的《戰地6》，除非你在 Steam 主機上裝雙系統，不過那可能就有點過於折騰了。Later. 就按照現在所掌握的情況，我看下來啊，我感覺這台機器的硬件在性能方面並沒有很強，也就是個 PS5 的水平吧。但是如果它可以讓我從書房到客廳無縫切換，並且在客廳就能玩到我龐大的 Steam 遊戲庫的話，那還是非常誘人的。我覺得會去買 Steam Machine 的人是什麼人呢？要麼他是 Steam 的忠實粉絲，要麼就是他的電腦硬件非常的落後，想要升級一下，但是 Steam Machine 變成了一個更好的選擇，又或者是想要體驗 PC 自由度的主機玩家。不過一切的關鍵還是得看它的定價是怎樣的。目前 Valve 還沒有給出具體的定價，但是別忘了 Valve 這家公司有着非常獨特的生態邏輯，無論他們出了什麼樣的硬件，其核心永遠都是 Steam 這個平台本身。賣掌機賣主機賣來賣去，它賣的始終是生態，是數字發行，是玩家之間的聯繫。所以 Steam Machine 的出現並不是為了賣硬件，而是為了讓更多人更方便的進入 Steam 的生態。只要你進入了這個生態，無論你用的是 Deck、PC 還是 Steam Machine 這台主機，最終受益的都是 Valve。所以我覺得它的定價不會很貴，甚至有可能非常便宜。如果說它的定價非常合理，甚至便宜，我個人覺得它將会成為一台非常成功的機器，甚至代替 Xbox 的位置，繼續去跟索尼打已經結束的所謂主機戰爭。PC 上玩遊戲的自由度要高得多，不僅可以打 mod， 還能玩到一些經典的老遊戲。但是 PC 沒有主機穩定，小毛病也多，所以很多玩家想要入手 PC， 但是又怕自己處理不了這些麻煩。
Steam Machine 很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如今在 PC 上已經可以買到大部分的遊戲了，打折的力度也更高。而且別忘了 PC 也有 PC 自己的獨佔遊戲啊。索尼的獨佔遊戲是一年不如一年，一款不如一款。Steam 的價格優勢又這麼大，又不要你花錢去買會員才能聯機，到最後說不定真的能把 PlayStation 打敗，或者再不濟也能迫使索尼推出更多利好消費者的政策。無論你用的是什麼平台，怎麼說最後贏的都是我們遊戲玩家。我真的是非常樂見客廳遊戲系統裡出現這麼一個新的競爭对手。之前我還害怕微軟的示威會讓索尼一家獨大，沒想到 Steam Machine 的出現讓局勢有了很大的變化。The next day， 上周我看到一個調查，說是72%的遊戲行業高管都認為 Steam 在壟斷 PC 市場。雖然說 Steam 事實上確實是所謂的壟斷了，我的第一期視頻也叫做為什麼 Steam 的壟斷是一件好事，但是壟斷這個詞聽起來就非常的邪惡。是 Steam 想要壟斷嗎？不，它只是為玩家提供了更優質的服務，更貼心的政策，僅此而已。相比 Steam， 其他的遊戏巨頭呢？這些人往往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是在外部找借口，想方設法的想要从玩家的口袋裡撈錢，卻不知道最賺錢的方法其實是提升自我。你給消費者帶去了最好的服務，消費者就會心甘情願的花錢。這個道理如此的簡單，他們卻只想走捷徑。如今的 Valve 帶着他的 Steam Machine 即將開啟一個新的客廳娛樂時代，而那些不懂玩家、不懂遊戲的行業巨頭卻怎麼也想不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麼發生的。Anyways， 歡迎收看第9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也有對 Steam Machine 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不要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